如果解放军曾经以苏联为师，以俄罗斯为师的话，如今呢，我们就要注意以俄为鉴了。这也是解放军作为一支学习型的军队应有的含义。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爆兵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军专家认为乌克兰战争对解放军的战法研究有参考意义。乌克兰战争呢，是近些年来少有的规模比较大的战争，战场直接对垒的两军，俄军是军事改革之后的产物，乌克兰军队是经北约改造之后的产物。所以呢，美军的分析人员认为，俄军战场上的作战表现和得失教训可能对解放军的改革和现代化的建设产生直接影响。应该说这个评价还算是中肯的，因为在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美军和俄军都是我们研究参考的重要对象。我军和俄罗斯军队有密切的合作关系。2021年的11月，两军还签署了2021到2025年更紧密军事合作路线图，其中包括海空联合巡逻常态化等一系列的内容。另外中俄两军多年来一直在进行联合演习，解放军还一直在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国际军事比赛。应该说呢，中俄两军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非常可观的。近些年来俄军的军事改革也一直没有间断。军改后的俄军在战场上的实际作战效果怎么样，对我军呢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受前苏军后俄军的影响很深。建国初期我们在军事理论、条令条例、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方方面面基本上都是参照着苏军来的。那个时候这么做是完全有理由，也完全有必要的。一是我军的正规化建设与苏军有差距，二是人家的那套东西是经过了实战检验了的。冷战结束以后，为了加快缩短与美军的差距，我们又从俄罗斯引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确保国家度过了那一段最危险的年代。那个时候台军有几架美国的 F-16 和法国的幻影2000，就弄得我们没招台斗势力为此很是猖狂了一阵子。近年来呢，俄罗斯军队一直在车臣、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和叙利亚实战，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战例和案例。这一次乌克兰战争呢，更是对俄罗斯军改成果的充分的检验。所以呢，有一位叫做芬克尔斯坦的美国退役军官说，解放军可以把这场战争当作战争实验室来观察和分析。这个人呢，现在是 CNA 咨询公司的中国和印太安全事务的主任，应该说还是一位专业人士。他注意到俄军这一次在乌克兰的表现有一些反常，主要有4条。首先是知己知彼方面，俄军显然低估了对手，同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其次是战术行动的协调方面，俄军在乌克兰北部、东部和南部的行动看起来是脱节的，没有起到彼此配合、相互呼应的作用。第三是俄军在后勤和其他的作战勤务保障上做得不好，没有能够做到全面保障。最后，俄军没有达成战术的拖延性。除了开战当天以外，其他的大部分时间，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都是慢腾腾、晃悠悠，格而不为，为而不坚，就大大的便利了北约的侦察、监视和分析判断，也给了乌军战术调整的时间。这个芬克尔斯坦还认为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意义重大。是苏联解体以后苏联红军呢变成了俄罗斯军队，政治工作体系全面取消，政工干部退役或者是转行，原先的政工职能呢，部分由随军的牧师接替，大部分就消亡了，正是政治工作的空白。俄军士气不是很理想，缺乏战场自律，遗弃重大的装备等等。但是这个芬克尔斯坦认为这种事情呢是不会发生在解放军身上，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了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而思想政治工作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战胜敌人屡试不爽的法宝。特别是由政工部门负责的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这3战，是解放军系统研究和准备多年的一项内容。现在呢，台湾把它叫做认知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军方实际上正运用的得心应手，战果非凡。在这个领域解放军当然是有所准备。总体来讲呢，美国的这一位军事专家的看法还是很有见地的，值得我们参考。如果解放军曾经以苏联为师，以俄罗斯为师的话，如今呢，我们就要注意以俄为鉴了。这也是解放军作为一支学习型的军队应有的含义。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